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这期节目呢，又来说说西方的言论自由。西方不仅仅是指西方，比如说欧洲啊、美洲这些国家，也包括日本、韩国，加上台湾地区，因为他们同属西方这种政治体系，所以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。西方啊，因为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台湾的网红，是一个比较娘的人，叫钟明轩。他去了一趟中国大陆，他在油管发布了视频，然后呢，被台湾人群殴，真的是群殴啊！他的视频那个点击量挺高的，好像有130万了。就是这次呢去大陆，他是第一次去，他当然是个台独了啊！他口口声声称是中国而不是中国大陆，好像很少称中国大陆的，一般是中国。然后他是说台湾。他去了中国大陆之后返回台湾，说了对中国大陆的感官。他就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对我们来说啊，从我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说，他这次去大陆参访，我认为呢是比较中立的啊，他的观点，因为涉及政治很少嘛，就是说了他所见所闻所想，他就觉得他想象的中国大陆跟实际看到的大不一样啊。即使这样，很多台湾人，特别是那些台独分子，破防了，大骂他是中共同路人。很多台湾人啊，绝对不能接受中国大陆好的方面，很多方面已经遥遥领先台湾了，他们就是不能接受。我相信啊，这位钟明轩这次去了中国大陆之后，他看了，虽然他有台独倾向，我相信他的内心肯定有波澜的，他也会思考，到底中国大陆是不是像台湾媒体宣传那样呢？我相信呢，他现在已经在思考了。而且，通过这次呢被台湾人群殴之后，他也会对台湾的这个民进党，对台湾这个制度，肯定也有自己的思考。我相信有。所以呢，他也会问，到底我过去坚持的这个台湾这种制度啊，还有这个言论自由啊，是不是真的呢？他也知道，台湾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台湾有言论自由，我们可以骂总统都无所谓。但是这个言论自由在台湾也是有个框框的，就是说你只能骂中国大陆或者他们心中的中国，只能骂中国大陆有多么不堪，这样可以说。如果啊你胆敢说中国大陆好的地方，那就是政治不正确，那你就是中共同路人了，大家都会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暴力群殴你，虐待你。这个钟明轩就得到了这样的待遇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台湾的言论自由啊是假的，对吧？只准说中国大陆的不好，不准说中国大陆好的地方。所以你们看，台湾的媒体绝大部分呢都是把中国大陆说的有多么不堪，对吧？导致的一些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的人，特别是那些台独人士，不是不想去，而是不敢去。另外一个呢是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。一旦他们去了，他们的心里肯定就崩溃了，对吧？因为他们看到的那个中国大陆跟他们宣传的，跟他们认为的头脑中的那个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啊。他们心里难道不崩溃吗？对吧？这个防线一旦崩溃，那这个台独以后这民进党怎么骗他们呢？对吧？所以啊，那些被民进党豢养起来那些媒体啊，他们是不敢报道中国大陆真实情况的。虽然啊，比如说这个钟明轩他是台独，还有很多其他是台独，不过呢，我特别欢迎所有的台湾人，不管你们是不是台独的，尽量呢去中国大陆去看看，或者你们口中的中国去看看。当然，你们去中国大陆还要过一个你们心里那个坎儿，那就是要拿台胞证。从你们拿台胞证的那一刻起，你们相当于默认了你们是属于中国的。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道坎呢，对很多台独人士呢比较难跨过去。即使你们把中国大陆当成敌人，孙子兵法不是说了吧，对吧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既然你们想要战胜你们那个敌人，
那你要去了解它呀。你不去中国大陆，你不去中国，你怎么能知道中国实际到底怎么样呢？所以啊，我真的特别欢迎任何的台湾人，不管你是不是台独，真的迈出你那个小岛，去中国大陆去看看吧，也许会给你一些思考呢。说到言论自由，我再来说说德国。这2、3年吧，我更看清了啊，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，在德国是多么的虚伪。首先，我的频道很多话题我都不敢说，很多词我都不敢用，因为我一旦说了，一旦用了，我的频道就会被封，这就是我面临的情况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就不得不，比如说用某大国，或者用丑国，或者用灯塔国来代替那个国家。另外，我是不敢多说关于中东的话题的，因为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啊，那个国家是某大国的爸爸呀，大家知道吧？我在人家山头，我就要乖乖的，对吧？我的言论自由肯定是受到限制的，没办法呀。我过去极少接触，比如说加沙这个话题，对吧？因为一接触这个话题，我就不得不说中东的一个异类的国家，那就不得不说一些敏感的话题或者词汇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得自保啊。你看，这是所谓的言论自由，对吧？而且在德国有政治正确，在德国啊，作为政治人物，作为政客，你是绝对不能批评以色列的啊。你批评了他，那很可能你的政治生涯就会画上句号。比如说这次巴以冲突，对吧？德国哪家媒体敢批评屠杀加沙地带人的那个国家？敢批评那个军队？绝对不敢，对吧？哪个政客敢批评呢？也不敢呀。而且德国政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说，我们要无条件的站在这个国家那边。那个国家呢，就是屠杀加沙的那个国家。另外，在灯塔国也一样，在丑国也一样。比如说，应该是耶鲁大学某个教授，对吧？他由于挺加沙，他自己的乌纱帽就丢了，他被解职了。这是言论自由吗？另外，说到言论自由，在德国啊，你作为政客，你作为企业的领导，你是绝对不能公开发表言论支持德国选择党的。如果你表达出来对选择党有好感，那么整个媒体还有整个政治圈绝对把你打趴下去，你的政治生涯从此画上了句号。还有在企业当中，如果你说你是德国选择党的选民，你支持他，在德国很可能你会被解职，你会丢你的饭碗。就像当初2015年德国当时的默克尔政府不是放了很多难民进来吧，对吧？100-200万。那个年代，如果你敢说你反对接纳难民，那么如果你在单位敢这样当面说，你很可能也会被解职。这是实际存在的啊，我不是吹牛，我也不是吓唬大家。所以在德国，在西方，真的啊，这个言论自由是有一个红线的，你不能跨过去。这个红线就是政治正确，很多方面你不能说。这个政治正确，你要到这个西方社会，你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才能够有个感觉，要通过感知才知道那个政治正确在哪里。我这样说，可能很多人不信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呢，有些网友，特别是在西方国家，在德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的，看清了西方的真相的人，出来说句公道话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相？我是不是骗大家？我是不是瞎唬大家了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绝对是凭良心说话。关于言论自由，我要扯到俄乌危机，对吧？2022年2年多前的时候啊，当时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实施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。当时呢，全部西方社会，德国也一样，反俄排俄特别严重。在德国一些歌剧院、一些交响乐团，有不少俄罗斯籍的，比如说有的是指挥，有的是歌唱家等等，古典歌剧的歌唱家，已经有好几个俄罗斯人，原来跟德国的一些歌剧院呢、音乐厅有合同的，直接被解雇。为什么？
就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呢，就因为他们没有当面反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，因为他们没有当面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言论，被解职了。这就是企业精神呐，这就是言论自由啊。所以啊，我每看到这个之后，我就对西方这个言论自由，我真的特别失望。另外，在德国言论自由还有一个界限，还有一个红线不能踩，那就是帮中国说公道话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你绝对不能站出来帮中国说公道话。作为记者，你绝对不能够说中国好的地方，即使是现实中国好的，你也不能说。你绝对不能帮中国说公道话，即使是实际情况，对德国人来说也是中共同路人。比如说，你作为媒体，你不能说中国的手机支付、无现金支付有多么先进，而应该说，你看中国用手机支付，中国政府就全部掌握任何人的点点细细个人信息，就可以实施国家监控。你看每一笔消费，中国政府都知道，他们是这样说。我们中国都知道，中国的治安相对来说，在全世界属于最好的之一，对吧？走夜路也不怕，因为中国很多摄像头，所以呢特别安全，破案也特别快。一般报案可能有的时候几分钟、几小时都把罪犯可以抓到了。但是大家想想看，德语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呢？他们是报道中国就是个监控国家，中国人没有一点隐私，中国政府全部知道。你看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他们是这样报道。你的媒体，你记者，不能说中国的那个治安有多好，对吧？而应该说，中国是警察国家，是监控国家，他要这样说才对啊。这就是政治正确。也就是说，作为德国的媒体人，只能从阴暗面、从负面来解读中国的各种现象，绝对不能说中国正面的东西。说到言论自由，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叫张丹红的人，对吧？他是在德国之声当什么编辑的，后来就因为可能他是良心发现了，看到德国媒体确实太过于负面报道，比如说中国对西藏的政策了，然后呢，他就从华人的角度，凭着良心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，然后呢，被德国之声解职了，说他的言论不符合德国立场。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，符合他们价值观的，符合他们立场的，你才有自由去说，才有表达的自由，否则就请你闭嘴吧。也就是网友们调侃的，你闭嘴，我们在讨论言论自由。说到德国言论自由，还有另外一个自由，德国是没有的。俗话说，爱国无罪，对不对？这我们中国人也知道，美国人也知道。其实说爱国呀，美国人特别爱国，在美国啊，每天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那就是挂国旗，对不对？而在德国，这是个禁忌，在德国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，比如说公众人物敢站出来说我爱德国，我们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等等，这样的话是绝对不能说的啊！如果你说了，那就会被德国媒体打成右派，说是极右分子，是纳粹等等。在德国，可以说极左的话，那是绝对不能说极右的话，甚至偏右的话都尽量不要说。这里呢，我又得说说德国选择党。德国选择党的选情啊，过去几个月不是很好吗？看涨吗？对不对？他甚至一度，他的民调达到24%，这是最高点。而德国目前的第一大党，它的民调一般是30%左右，而德国选择党一路看涨24%，所以呢，德国全社会，特别是政客们，都非常担心啊。如果让选择党的民调继续下去，那今后德国选择党就可能成为德国第一大党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是不是很多原来传统的政客、传统那些党派，他们不是政治生涯就完蛋了吗？他们就不可能吃香喝辣了吗？对吧？于是呢，我相信啊，绝对是在这些党派或者是后面的君主豢养的
NGO 的操作下，突然一夜之间，全德国就发生了规模浩大的反右、反极右的游行示威，这是全德国的啊。原来没有一点迹象，突然一夜之间就可以举行这样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，反德国选择党，这非常不正常啊！为什么他们反呢？一个是他们选情看涨，另外一个选择党的政治人物，他们说出了德国人的心声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站在选择党这边呢？就因为德国选择党是以德国国家利益为重的，而这个就不符合德国左派或者极左他们的观点，因为德国他们认为爱国是有罪的，而这个德国选择党就是一个爱德国一个政党，所以呢，被德国媒体、被德国政治人物扣帽子为极右翼政党，甚至呢要发动他们的政治势力，要禁止这个党派。所以德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反右、反极右的游行示威，然后通过媒体的抹黑，导致了现在德国选择党他的选情下降了不少，好像现在在18%、19%左右了，比原来掉了好几个百分点。只要俄乌战争继续下去，只要中东这战争继续下去，只要德国经济呢继续烂下去，德国的民众还会清醒过来。也就是说，到下次德国大选的时候，可能德国选择党的选情还会看涨。你看，这就是德国的言论自由。我相信呢，在西方其他国家一样，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美国，那个某个大学的教授就因为挺加沙，他的乌纱帽就掉了，对吧？这个德国这个政治正确啊，还有德国这个言论自由的条条框框，其实在德国生活久的人，你们知道，很多话你是绝对不能说的啊，不能说中国好话，不能站在中立的角度帮中国说话，绝不能帮中国说好话。另外呢，也不能站在中立角度帮俄罗斯说话，也绝对不能说普京的好话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言论自由的禁忌、禁区。另外，言论自由的禁区在德国，我相信在西方一样，就是不能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多好，而要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多差、有多独裁等等，这样才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是我大概又说了一下言论自由在西方、在德国有多么虚伪。包括台湾的言论自由，我也从周明轩举个例子也说了，也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。所有的言论自由，可以告诉大家都是假的，只能在一个划定的一个框框之内，你才能够说，否则那你就是反民主，你就是不政治正确。好了，大家看清了吧？这就是西方言论自由的真面目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见。